小美！苏美这一倒下，惊吓到了不少人。左天尊更是首当其冲的飞掠而下，搀扶起了倒卧在地的苏美。搀扶之后，左天尊便赶忙布置阵法，替苏美疗伤。在他的脸上布满了凝重之色。天尊大人，小美姑娘没事吧？与此同时，苗人龙、界师联盟盟主也都纷纷飞落而下，紧张地注视着苏美。那个匕首虽然很小，并且只是穿透了苏美的左肩，并未致命，但他却让苏美瘫倒于的昏迷不醒。这样的情况让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不是一把寻常的匕首，是一种强大的阵法，并且人们也回想起东方泽轩自打与苏美交手落入下风之后，他的一只手便一直紧握着，不管他的身躯怎样摆动，不管他布置怎样的阵法，他的那只手都没有打开过。直到他射出了那把匕首时，他的那只手才打开。这说明东方泽轩早有预谋，他一直在酝酿这座阵法，在关键之际忽然出手，来了一个奇袭制胜。没事，只是被麻痹了而已，休息片刻就会醒了。左天尊仔细检查了一下苏美的身体，这才松了口气。他知道东方泽轩是手下留情了，不然凭借刚才那一招，就算他让苏美毙命也是绝对可行。但哪怕明知道是东方泽轩手下留情，可左天尊还是将不善的目光看向了东方泽轩。就算东方泽轩手下留情，可是他毕竟还是伤了苏美，这个仇左天尊已经记下。不过东方泽轩显然还没有注意到左天尊对他产生的怨念，因为此刻他的脸上挂满了获胜之后的得意之色。这位叫做苏美的姑娘，你自以为已经绝对的压制了我，却不知什么叫做虚虚实实，什么叫做假假真真。两兵交战需要绝对的实力，但也需要尔虞我诈。实力是一方面，计谋也是一方面。苏美姑娘，你的实力是有了，不过这里你可就差得多了。东方泽轩说话之间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暗讽苏美帝智商不够用。听得东方泽轩这样的羞辱，界师联盟的众人都是气得不轻，全都很想辱骂东方泽轩一番。毕竟东方泽轩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一些，但是话到嘴边却都咽了回去。连左天尊这些大人物都没说什么，他们自然不敢真的说什么。所以此时此刻，憋气、郁闷的情绪发疯了一样的涌动在界师联盟众人的胸口，那股憋闷的怒火简直快把他们逼疯了。怎么样，界师联盟还有人能与我一战吗？若是没有的话，那么我就告辞了。东方泽轩再度说着，并且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还用那挑衅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仿佛在用目光告诉界师联盟的众人，你们看我再不爽又能如何？有本事出来一个能与我一战的小辈啊！憋屈到了极点，郁闷到了极致，自尊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可是界师联盟的众人，上到左天尊等长老，下到林业州等弟子，面对东方泽轩的羞辱却都无能为力。毕竟他们败了，这是事实，并且他们都很清楚，苏美就是界师联盟最强的小辈，如今连他都输了，界师联盟真的没人能与东方泽轩抗衡。哈哈，虽然这句话可能有些刺耳，但是我真的想说一句，不管界师联盟的前辈们如何，但是界师联盟的小辈们可真不怎么样。见无人回答，东方泽轩猖狂地大笑起来。三皇子说话最好注意一点，界师联盟的盟主实在忍不住了。身为界师联盟的当家人，他无法做到一直任由一个小辈胡乱撒野。盟主大人，我本无意冒犯，毕竟我是很敬重界师联盟的众位前辈的，但你总不能因为我的敬重就不让我说实话吧？毕竟你们界师联盟的小辈无能，这是事实啊！东方泽轩竟当众反驳界师联盟的盟主，这一刻，界师联盟的众人都是气得浑身发抖，就连许多长老都是老脸通红。打脸不仅仅是他们，就连界师联盟的盟主都被打脸了，真的是叫他们忍无可忍。可是就算再忍无可忍，他们也要忍，毕竟对方不是寻常人，那可是东方地族的三皇子，他们若是无缘无故敢对人家如何，那倒霉的可是整个界师联盟。毕竟四大地族那可是出了名的霸道，若要真的火拼，界师联盟绝对不是东方地族的对手。所以就算东方泽轩再用语言打他们所有人的脸，那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忍，就算牙被打碎了也要往肚子里面咽。这话说得够狂，但是请在打败我之后再说。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而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一个身穿黑袍的身影也是如同利剑一般爆射而出，在半空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之后，稳稳地落在了广场之上。这是见到这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莫说是外人，就连界师联盟的人也是懵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怎么如此装扮？界师联盟弟子封楚，还请三皇子赐教。那位黑袍蒙面人对东方地族的三皇子抱拳施礼。什么？封楚？这是谁啊？我界师联盟什么时候有这样一号弟子？该死！哪个胆大包天的蠢东西，竟然敢在这种时候来丢人现眼？还嫌不够丢人？还嫌不够乱吗？界师联盟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封楚是谁，各种猜疑之际，很多人都觉得这可能真的是界师联盟的弟子，是一个胆大包天、智商低下的蠢货。他出来就是来找虐，就是来丢人，就是来添乱的。所以此刻界师联盟的许多长老们都是气得咬牙切齿，开始传音于这个封楚，让他赶快退下，否则将要受到严惩。但是不管是谁的传音，那个封楚都是不管不顾，不予理会，反而是再度冲着东方泽轩抱了抱拳，以一种挑衅的语气说道：怎么，你怕了？怕？我东方泽轩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字，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今日你既然站在了这里，那么我东方泽轩就绝不会让你安然离开。东方泽轩显然被封楚的挑衅所激怒了，他说话之间，金色的衣衫舞动，黑色的长发飘舞，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黄级结界之力也是不断自其体内溢出，在其催动之下，宛如一只巨大的猛虎之口，
夹带着阵阵嘶吼，向那风楚撕咬来。不好，这东方泽轩是要下杀手。这一刻，界师联盟的许多人都是眉头紧皱，暗叫不好。他们都看出东方泽轩的这次结界攻击非同小可，就算不取那小子的性命，怕也是要重伤其身。此刻，左天尊等人还在广场之上，苗人龙等人更是做好了解救的准备。他们是不会让东方泽轩杀了那个风楚的，尽管他们不知道那位叫做风楚的弟子究竟是何来路，但他们也绝不允许东方地族的人在自己的领地上大开杀戒，斩杀自家的弟子。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叫做风楚的弟子双手却急速变化起来。与此同时，磅礴的黄级结界之力也是自其体内溢出，在其催动之下，眨眼之间便凝聚成了一道金灿灿的防护罩，如同坚不可摧、密不透风的堡垒一般，将他守在了其中。当那防护罩布置完成之际，东方泽轩的攻击也是轰然而至，刚好轰在了那防护罩上。然而，当金色的能量涟漪如同旋风一般四散开来之际，那防护罩也是出现了无数道深邃的裂痕。这怎么可能？但是哪怕如此，这还是让界师联盟的人目瞪口呆，大吃一惊。毕竟不管如何，那风楚还是挡下了东方泽轩的致命一击，并且挡的是如此的漂亮。要知道，这样的攻击就算是林叶舟也无法挡下，可是这个所谓的风楚竟然挡了下来，这叫界师联盟的人怎么能不吃惊？黄袍界灵师，一个如此强大的黄袍界灵师，竟然是他们界师联盟的弟子，并且在此之前他们全部知晓。然而就在界师联盟的众人陷入震惊之际，那位风楚竟然主动出击，凝聚出一道攻杀阵法，向东方泽轩发动了反攻。那阵法是一道金色的旋风，宛如金色的巨蟒一般，横扫八方，威势骇人。这样的攻势，哪怕东方泽轩也是不敢大意，赶忙身形倒退。与此同时，凝聚阵法，向其发动反攻。一时之间，二人你来我往，交战的不仅激烈，更是难分胜负，陷入了激战之中。这样一幕，更是让界师联盟的众人喜出望外，激动得浑身颤抖。他们此时此刻就仿佛在黑暗之中看见了一片光明，别提多兴奋了。虽然不知道这风楚究竟是何来头，但他们都相信这风楚就是界师联盟的弟子，很可能是一个深藏不露、行事低调、不爱争夺名利，但却能在关键之际为界师联盟挺身而出、为界师联盟的荣誉而战的弟子。绝对的实力，低调的性格，这样的两种加到一起，简直就是绝佳组合，堪称完美。他们界师联盟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位完美的弟子，这可真是喜从天降，让人意外。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激动，如何能不兴奋？风楚，苗爷爷，他会不会是？然而，就在许多无知的界师联盟长老都信以为真，觉得这风楚是他界师联盟一位行事低调但却又很强的天才之时，司马颖却是看向了苗人龙，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猜想。颖儿，你我想的一起去了，这个风楚很可能就是楚风。苗人龙暗中回应道。就在这时，一道轻声响起，原来是陷入昏迷的苏美醒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刚刚苏醒的苏美发现他不仅脱离了战场，而此刻原本是他对手的东方泽轩却正在与一个神秘的黑袍人交战，这叫他有些不知所措。小美，你被东方泽轩击伤了，不过你的伤口已经被我治愈，如今并无大碍。左天尊关切地解释道。听得左天尊的话后，苏美才想起来自己的确是被东方泽轩击败了，但是他却不明白那此刻与东方泽轩交战的是谁。于是苏美问道，那么那个与东方泽轩交战的又是谁？这个人也许你还认识。左天尊把话说到这里便放低了声音，以传音的方式对苏美说道，那个多半是你的楚风哥哥。什么？他怎么听得此话？苏美一惊，毕竟楚风不是界师联盟的弟子，他没理由为界师联盟出手的。就在这时，左天尊再度开口，似是怕苏美说漏了嘴，赶忙再度传音，楚风现在故意隐瞒身份，冒充我界师联盟的弟子，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听得此话，苏美是又开心又担心。她开心的自然是楚风不顾一切为她出头，而是担心的是东方泽轩真的很强，并且很是狡诈，她不确定楚风能否是东方泽轩的对手。都退下吧，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比拼场地。而就在这时，左天尊也是开口了，说话之时他率先的离开了此地。见状，其他长老也是紧跟其后，回到了属于他们的尊贵看台之上。可是忽然之间，一声刺耳的咆哮忽然响起，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威势也是自广场的中心席卷开来，是东方泽轩。东方泽轩发动了一阵极为猛烈的攻势，他竟在同一时刻布置出了33座阵法。这33座阵法分别化作33只形态各异却异常凶猛的猛兽，并且在东方泽轩的催动下，井然有序、排列有阵的向楚风发动了堪称完美的进攻。那猛兽非常之强，楚风所布置的防御阵法没办法阻挡他们，楚风的攻杀阵法也没办法击杀他们。不得不说，此刻的楚风已然陷入了危机。33只猛兽轮番向楚风发动了攻势，异常骇人。这样的33只猛兽张牙舞爪，怒吼连连，哪怕楚风也是不敢正面对抗。无奈之下，楚风施展出了一种能够提高其速度的阵法，凭借这种阵法，楚风开始了逃窜。于是广场上发生了这样一幕：33只体型如山的庞然大物开始使用各种手段追击身穿黑袍、瘦小如蚁的楚风。尽管楚风凭借那提高速度的阵法奔跑得极快，但是在33只猛兽的追击之下，也是显得有些狼狈不堪。这样一幕使得界师联盟的众人一个个的都是提心吊胆，可谓紧张到了极点，紧握的掌心握出了一手的冷汗。楚风不，
在界师联盟的人们眼中，这个不是楚风，而是风楚。这个风楚可是界师联盟守住荣誉的最后希望，但现在的情况可不容乐观。而这个风楚若是败了，那么他们界师联盟这一次可就真是败了。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哪怕楚风早已落入劣势，但却能够僵持在这种逆境之中，一直与对手僵持着，并且这一僵持就足足3个时辰。足足3个时辰的时间过后，本是艳阳高照的红日已经落入了西方，连天都快黑了，真是不可思议。想不到这风楚竟然坚持了这么久。此时此刻，原本担心楚风的人脸上都或多或少地涌现出了佩服之色。奇迹，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能够在那样的劣势中坚持这么久，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至少换做其他人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你个胆小鬼，除了逃窜就没有别的本事了吗？先前叫喊的那么嚣张，我还以为你多么料的，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只会逃跑的缩头乌龟。东方泽轩终于忍不住咒骂起来，这样一个家伙竟然与他僵持了足足3个时辰，并且无论自己怎么催动那33只巨兽，无论使用怎么样的夹击手段，却都抓不住这个家伙。这叫向来自负的东方泽轩如何能不生气？他简直都快要气炸了。什么缩头乌龟？然而对于东方泽轩的咒骂，楚风却发出了一声不屑之音，甚至有着几分嘲讽之意。怎么说你是缩头乌龟，你不服吗？像个王八一样四处逃窜，根本不敢与我正面一战。你不是缩头乌龟又是什么？东方泽轩说道。我的确是一直在逃，但是我逃了这么久，你可有伤到我分毫？楚风笑着说道。楚风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一愣，他们仔细看了看楚风，又看了看东方泽轩，随后皆是大吃一惊。虽然从东方泽轩祭奠出了33只巨兽出现之后，楚风就陷入了劣势，并且被追得四处逃窜，而这一逃就是足足3个时辰。但是楚风的衣衫完好，的确没有受到半点伤害。那33只巨兽在这3个时辰之内施展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却都未能伤及楚风分毫。可是在观东方泽轩，他虽然一直占据上风，但是眼下他的脸上却也挂满了豆大的汗珠，这说明足足催动了3个时辰的阵法，他也是耗费了不少体力。如果说先前来看，这场比拼是东方泽轩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话，那么现在再看这一场3个小时的消耗战，他们两个究竟谁优谁劣，还真是不好说。少废话，说这么多有什么用？你要是真有本事，倒是与我对面对抗一番啊！东方泽轩愤怒地吼道。好歹你也是东方地族的3皇子，来到我界师联盟乃是客人，我迟迟不出手，只是给你几分面子，让你罢了。但我没想到你这么不识时务，我好心让你，你却不领情，反而羞辱于我，实在是太没素质了。枉费你东方地族传承这么久，难道你的长辈就没有教过你要如何做人吗？说到此处，楚风叹息着摇了摇头，竟满是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你放屁，我用得着你让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也想与我相提并论？听楚风这样一说，东方泽轩更是气得脸都绿了，心想明明被我追得落荒而逃，竟然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这是有多不要脸？这也就是在界师联盟，这要是在其他地方，他才不会这么浪费时间，早就动用武力，使出自己的真正修为，一巴掌拍死这个不要脸的小畜生了。好，这可是你说的，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没必要再让着你了。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楚风忽然止住步伐，不再逃窜，而在其止住步伐的一刹那，他双掌交叉，随后又猛然张开，一道金灿灿的阵法便浮现在了他的面前。那阵法一出，宛如一把兵器库，无数道金灿灿的兵器自那其中爆射而出，那兵器皆是结界凝聚而成，但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威力。拖出之后，便掠向了那33只巨兽，顷刻之间，宛如钢铁交织般的轰鸣，宛如鞭炮一般连绵炸响，比雷鸣还要刺耳。而在这轰鸣之际，那33只杀气滔天的巨兽竟被寸寸瓦解，很快便被打得支离破碎，化作一缕缕金色的结界之力飘散于空中。在击碎33只巨兽之后，那足足上万把兵器也是如同护卫一般，整齐地回落在了楚风的周围。震惊，无比的震惊！当见到刚刚的一幕之后，震惊的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就连这浩瀚的广场都是变得鸦雀无声。他们真的是被惊呆了，明明那样恐怖的巨兽，竟然在眨眼之间就被彻底摧毁。这个风楚有这样的实力，为何还要一直保留？难道真的如他所说，他是故意让着东方泽轩的？堂堂东方地族的3皇子，一个绝世奇才，竟然还需要人让？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东方地族的3皇子用这33只巨兽追了风楚足足3个时辰，却未能伤到风楚分毫。可是风楚却只在片刻之间，便将3皇子的33只结界巨兽弄得飞灰烟灭。差距，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但这的的确确就是2人之间的差距。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那种震惊之际，2声轻咳忽然惊醒了人们，那是楚风发出的声音。此刻的他还站在原地，只不过一双手臂却放在了身后，看着东方泽轩说道：怎么样，东方地族的3皇子，我这出手的结果你可还满意？怎么样，东方地族的3皇子，我这出手的结果你可还满意？楚风当着众人的面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挑衅，绝对的挑衅，嘲讽，赤裸裸的嘲讽，混账！眼见着自家的3皇子竟然被人这般嘲讽，东方地族的人也都气坏了。可是他们除了生气，却也什么都做不了。毕竟这是他家3皇子与楚风的对决，他们根本就插不了手。若是插手的话，怕是倒霉的也是他们。毕竟这里是界师联盟的地盘，若只是界师联盟的盟主和青木盛会的那些长老也就算了，就连左天尊这位5帝级的大人物都在，他们那里敢胡乱撒野，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楚风的一番羞辱之下，东方泽轩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并且笑得如此的诡异。怎么回事？被人如此羞辱，他竟还笑得出来？看他之前的表现，可不像是一个有如此气量的人啊！东方泽轩这样的笑，让界师联盟的众人纷纷眉头紧皱，感到不安，因为只在这笑容之中，他们就察觉到了不妙。有趣，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出现倒是让我不虚此行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动真格的了。话到此处，东方泽轩的双手便开始急速变化，而在其双手变化的同时，一层又一层结界之力也是不断自其体内散发而出。同样的结界之力，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变化。这一次的结界之力在一出之后，竟又纷纷回缩，然后再度涌现而出，并且当最后一次涌现而出之后，那结界之力便开始化作火焰，磅礴的火焰宛如盔甲一般覆盖在了东方泽轩的身体之上，并且当其双手握紧之际，竟然凝聚出2把金灿灿的火焰双刀。那双刀宛如实体一般，但却缠绕着奔腾的火焰，也散发着不弱于王兵的威力。但实际上，那是2座阵法演化而成。浩强竟然能够用结界阵来增强他自身的战力，这简直就是在拿阵法当武器用啊！看来他不打算催动结界阵法与风楚进行远程对战了，他要用自身的力量与风楚近身交手。糟了，近身交手可不比远程交手，对判断、对反应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哪怕毫厘之差也是足以决定胜败。并且这东方泽轩所用的手段已经使得他的近身战力增强许多，若是被他靠近风楚，风楚可就要倒大霉了。界师联盟的众人更加惶恐不安了，他们都知道远程交手比拼手段强弱，但近身交手不仅比拼手段强弱，还要比拼反应是否敏锐，判断是否精准，经验是否丰富。而这东方泽轩又是一位超级天才，败在他手中的半地强者都是数不胜数，他的战斗经验可谓相当丰富。楚风若是与他近身交手，那可真是希望渺茫，多半是要惨败收场的。别怕，这风楚虽然低调，但是能修炼到这种地步，也绝对不会是愚钝之辈。他一定会明白，要与东方泽轩保持距离，利用他把握住强大之远程阵法的优势，不能与他近身交手这个道理的。但也有人觉得风楚是个天才，应该知道怎么对付东方泽轩才是，而这个方法就是与东方泽轩保持距离。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眼见着东方泽轩正在凝聚阵法来加强自身的力量，楚风不但没有发动任何的攻势去阻止他，反而化解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兵器阵法。而在化解了那兵器阵法之后，他缓缓抬起双手，随后如同闪电一般不断变化，开始打出阵法手印。在这种变化之下，磅礴的黄级结界之力也是自楚风的体内奔涌而出，随后又如同旋风一般附在他的身体之上。同样是结界凝聚的铠甲，同样如同火焰一般，但是楚风的铠甲却比东方泽轩的还要绚丽，不仅纹路清晰，在那铠甲的后面还有着4只如同蝙蝠一般的火焰翅膀。这火焰翅膀使得楚风的这个结界铠甲显得诡异却也霸气。而在铠甲凝聚之后，楚风的右手也是猛然握紧，在那光芒闪烁之间，一把火焰围绕的长剑也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把长剑宽度不足半寸，但是长度却达10米，一眼看去，这不像是一把长剑，更像是一把火焰长枪。而抛开强悍的外形不谈，这把长剑所散发的气息也是异常骇人，丝毫不弱于东方泽轩手中的双刀，同样是一把堪比王兵的阵法。不是吧，这个风楚竟也掌握这样的阵法，提升战力，难道他要与东方泽轩近距离交手？尽管楚风所施展的手段不比东方泽轩的差，相反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只要想到楚风之所以布置出这样的阵法，乃是准备要与东方泽轩进行近距离交手后，界师联盟的众人不但没有感到窃喜，相反还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他们不是瞧不起楚风，实在是东方泽轩的太过强大，他们可不觉得楚风与东方泽轩近距离交手能讨到什么便宜，相反他们都觉得楚风这是在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的自寻死路。你这是要准备与我近身交手吗？此刻东方泽轩的阵法已然彻底完毕，看到此刻楚风也是身穿火焰盔甲，手握火焰长剑，他也是颇感诧异，但很快的他的嘴角却扬起了一抹鄙视的笑意。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不管是远是近，只要是结界之术，我都能胜你。楚风笑着说道。好大的口气，你还真以为你能与我抗衡吗？东方泽轩愤怒地咆哮起来，说话之间他握紧手中的火焰双刀，便要对楚风发动攻势。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一道火红的流光眨眼而至，而仔细一看，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那红光是楚风。楚风不仅在一瞬间来到了东方泽轩的近前，手中的火焰长剑更是夹带着浓郁的杀意，从上而下对着东方泽轩挥砍而来。楚风竟然率先发动了攻势，并且这攻势竟如此的迅猛。眼见楚风正面攻来，东方泽轩虽然也很意外，但他却并未惧怕，反而不屑地冷哼一声。在他看来，楚风胆敢率先对他出手，这就是在以卵击石。东方泽轩左手的单刀向上一举，横在头顶，而楚风的长剑也是轰然而至，两者交织之间当起了一道绚丽的火花。而东方泽轩也是凭借这一记格挡，成功的将楚风的长剑挡了下来。但他显然不满足于此，在抵挡楚风攻势的同时，东方泽轩脚下向前移动，右手的单刀也是如同出海游龙一般，对着楚风的心窝便刺了过去。速度之迅捷，攻势之果断，让在场之人皆是眼前一亮，颇感吃惊。只在这一瞬间，他们就已经见识到了
东方地族三皇子的绝对实力。这就是东方地族的三皇子，整个五支圣土都排得上名号的超级天才。然而面对东方泽轩的狠辣反击，楚风却是微微一笑，不闪不躲。只见其手中的长剑微微一抖，随后砰的一声，那缠绕在长剑之上的火焰便脱溅而出，如同火浪一般向东方泽轩扑了过去。该死！东方泽轩骇然大惊，他没有想到楚风手中那由阵法演化的火焰长剑不仅能够提升其战力，那缠绕的火焰竟也能够化作远程攻势。这样的情况让他不得不放弃对楚风的攻击，收回单刀，向一旁闪退。然而那火浪竟受楚风所控，尾随着东方泽轩躲避的路线追赶了过去。眼见着已经无法躲避，东方泽轩则是转动手中的单刀，使其化作一把火焰盾牌，将那火浪给挡了下来。还没结束呢，然而那火浪被抵挡的同时，一股寒意却自东方泽轩的背后袭来。是楚风！楚风如影随形，在催动火浪向东方泽轩发动攻势之时，自己也是追赶而上，可谓步步紧逼。可恶！东方泽轩此刻有种前有饿狼，后有猛虎之感，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东方泽轩也的确不是简单的角色，在这关键之际，他还是做出了抉择。既然左右为难，那他就不闪不躲，与楚风正面一战。想到此处，东方泽轩也是果断出手，手中的双刀舞动而起，仿佛两条火龙一般，一面挡火浪，一面挡楚风，与楚风交战在了一处。不错，这东方泽轩战斗经验丰富，是我在同辈之中所遇最强者。还好只是比拼结界之术，若是比拼战力，以他的修为，我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除非我与他同等修为，才能与他一战。不过胆敢羞辱我的小美，管你是何来路，我都要将你击败。楚风也意识到了东方泽轩的强大，知道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的确是一位超级天才，比秦凌云、林叶舟等人不知强了多少。但楚风却并没有气馁，他拜九灵神土所赐，结界之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强的高度，同水平之下几乎无敌，所以楚风自然不怕东方泽轩。何况楚风从九州大陆到东方海域，再到这五支圣土，经历了多少厮杀，面对过多少强大的对手。若论的战斗手段，楚风本来就不弱于东方泽轩，再加上楚风如今的阵法比东方泽轩强大，所以从二人开始交手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楚风占据绝对的优势。太不可思议了，这封楚竟掌握着如此强大的阵法，这阵法他是从何处习得？我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根本不是我界师联盟的阵法。是啊，那火焰铠甲与火焰长剑能够增强他的战力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但长剑上的火焰竟然可以转化远程攻击，铠甲的火焰翅膀也能够提高行动速度，这就实在太过惊人了。界师联盟的人们被惊呆了，脸上挂满了震惊之色。东方泽轩的双刀阵法与铠甲阵法上的火焰只是装饰品，但这封楚的却不是，而是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手段。这样的阵法实在太强大了，莫说掌握，他们简直都没有看到过。想不到我界师联盟竟隐藏着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弟子。抛开他所掌握的奇异阵法不谈，他这近身交战的手段也是极为强横，竟丝毫不弱于东方泽轩。此子究竟是何来头？身后又有着怎样的背景？为何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呢？我界师联盟突然出现这样一位深藏不露的弟子，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刻，莫说是界师联盟的寻常长老和弟子，就连界师联盟的盟主以及界师盛会的长老也都被惊呆了。而在界师联盟众人窃喜之际，郁闷的自然就是东方地族。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界师联盟会有这样一位厉害的天才，竟能够凭借结界之术压制他们的三皇子。不过虽然有些郁闷，但东方地族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担忧，就仿佛对他们的三皇子有着绝对的自信一般。事实上，相比于东方地族、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这三座势力的人，则是更加的愁眉苦脸。一个苏梅也就算了，如今界师联盟又冒出一位如此厉害的天才，这对于同是九世之一的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九世的弟子强弱是会影响九世日后平衡的。东方前辈，三皇子他不会输给界师联盟的这个小子吧？担心之余，玉水宫的一位长老谨慎地对东方地族的一位长老问道：“我家三皇子岂会败给这种家伙？”东方地族的那位长老很是不爽的冷声哼道：“是，三皇子怎么会败给这样的家伙？是我想多了。”见那位不悦，那位玉水宫的长老赶忙陪笑，虽然他也是半地巅峰，而那位东方地族的长老也是半地巅峰，可是他对对方却是毕恭毕敬，宛如奴才一般。事实上，不只是玉水宫的长老，八荒岭、火灵殿的长老也同样不敢东方地族的长老不敬。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猛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凶猛的涟漪也是如同飓风一般席卷开来，而那一切的来源之地，正是楚风与东方泽轩的战圈。准确的说，那是来自东方泽轩的手段。此时此刻，东方泽轩正被一个金色的光球包裹，那光球金光闪闪，尤其此刻天色已黑，那金色的光球便显得更为耀眼。这金色的光球不仅耀眼，更是在不断散发着一层又一层的能量涟漪，这涟漪威力不同小可，横扫天际，势不可挡。哪怕是楚风，也是被击退到了数千米开外。而在场许多修为较弱的弟子，更是被这股涟漪吹得连滚带爬，甚至皮开肉绽，口吐鲜血。若不是界师联盟的长老赶忙布置了防御结界，只是这涟漪就会让界师联盟的弟子死伤不少。此刻涟漪已经消散，而那金色光球的容貌也是展现得越加清晰。金色的光球直径只有6米，但是光球之上竟是符咒，那符咒如同锁链一般，闪闪发光之间，
将金色光球封锁得严严实实，坚不可摧。忽然一声脆响传来，那光球竟然碎裂而开，无数条裂痕正在蔓延，并且越来越大，很快便彻底碎裂。而当那光球碎裂之后，人们都是眼前一亮，哪怕是楚风也是眉头微皱，目光之中显现出隐隐不安，因为在那光球碎裂之后，浮现而出的自然便是东方泽轩，而眼下的东方泽轩比之先前又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的身体不再是覆盖着结界铠甲，而是他的肉身变成金色。此刻他的身体宛如金子铸成一般，不仅金光闪闪，更是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比先前还要强大得多。不仅如此，就连他手中的火焰双刀也是化作了2把金色双刀，威力更强。三皇子终于还是使用这禁忌阵法了吗？能把三皇子逼到这种地步，界师联盟的小子倒也算有点本事。不过既然三皇子使用了这招，那么这场比拼也就注定要结束了。这一刻，相比于界师联盟之人的紧张，东方地族的长老们嘴角则扬起了一抹同样的弧度，那是自信的笑容，胜利的喜悦。忽然东方泽轩动了脚步，向前一踏，天地皆是一晃，一股狂暴而无形的气息肆虐这方天地，弥漫整座广场。而在散发过这股强大的气势之后，东方泽轩便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瞬息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手中的金色双刃化作2道半月形的金芒，如同死神镰刀一般，夹带着危险而致命的气息，向楚风切割而来。见状，楚风赶忙挥动手中的火焰长剑前去抵挡，可不曾想，二者交织的一瞬间，并没有发出钢铁交织的声鸣，反而爆发出一声刺耳的轰响。在那轰响爆炸的同时，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也是化作有形的气焰席卷开来。最主要的是，那气焰只席卷向了楚风，东方泽轩则是丝毫不受影响。那气焰太强了，哪怕楚风实力不弱，却也被那气焰击退。该死，这气焰竟有着延迟我动作的功效。这一刻，楚风惊叹一声，被那气焰击中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四肢有些麻木，他的动作被限制了。不过哪怕如此，楚风也并未惊慌，而是脚下步伐变化，身后的火焰羽翼猛烈煽动，开始向后暴退而去。楚风必须与东方泽轩保持距离，想逃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见楚风向后退去，东方泽轩一边羞辱一边追击，他可不会放过这击败楚风的最佳时机。逃？那你可就想错了，只不过换一种交手方式而已。楚风暴退的同时，右手握紧了手中的火焰长剑，挥动之间，一条条火龙不断掠出，向东方泽轩围剿而去。不过东方泽轩此刻的战力的确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不仅攻势变得更加迅猛，身手也变得更为敏捷。楚风的攻势根本伤不到他，不仅伤不到他，他对楚风的攻势还形成了绝对的压制。一时之间，二人的战况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本是处于优势的楚风，竟然转眼间处于了绝对的劣势，并且此刻的东方泽轩攻势异常的凶猛，可以说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他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他愤怒。先不说被楚风羞辱，单单是当着众人的面被楚风所压制，这就让他极为不爽，必须给予楚风一定的教训不可。左前辈，眼见大事不妙，苏美将求救的目光看向了左天尊，他可不希望自己的楚风哥哥为了自己而出现什么三长两短。放心，有我在。东方泽轩休想伤到楚风。左天尊明白苏美的意思，给予了一个让其放心的眼神。见左天尊已经做好了保全楚风的准备，苏美那悬着的心才落了一半，可也只是落了一半而已。这场比拼没有结束，他的心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踏实。怎么了？你先前的狂劲哪去了？来啊，再与我正面一战啊！畏首畏尾，只知道四处逃窜了吗？界师联盟的弟子就只有这种程度吗？东方泽轩一边压制着楚风，一边尽情的羞辱，唯有这样他才能释放心中的憋闷，唯有这样他才能彰显他的实力。看到没？这就是那小子的实力，不是他弱，而是他的对手太强。在我家三皇子的面前，无论是谁，只要与他交手，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必败无疑。局势逆转，东方地族的长老开始得意的吹擂起来。是，三皇子的实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小辈之中能与他对抗的根本就不存在。玉水宫的长老一脸殷勤的说道，不是不存在，只是这界师联盟不存在。那位东方地族的长老纠正道，他知道三皇子虽强，但却也并不是东方地族中最强的天才，并且在西门、南宫、北唐3座地族之中，也都有着几位不输给三皇子的天才，而4大地族已是如此。那站在东方地族最巅峰的三府，自然也有着更为强大的天才。不过，就算三皇子不是5之圣土最强的天才，可他们自信，在这界师联盟内，也绝对没有人能与他家的三皇子抗衡。敢不敢别逃？敢不敢与我正面一战？你这个缩头乌龟！东方泽轩愤怒地咆哮着，尽管他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至今却未能伤及楚风分毫，这让他非常的不爽，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楚风的身上砍上一刀。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而就在东方泽轩这声羞辱落下之时，楚风则是发出这样一道声音。而当这个声音发出之时，楚风的左手忽然张开，在楚风左手张开的一刹那，一道金芒也是如同闪电一般爆射而出，径直地射向了东方泽轩。那金芒实在太快，一闪而过之际，竟穿透了东方泽轩的身体。而被金芒穿透之后，东方泽轩则是如同石化了一般，站在了原地不动了。过了好一会，他才缓过神来，低头观望，才发现自己的左肩竟已是鲜血淋漓，被穿了一个血窟窿。三皇子见到这一幕，东方地族的众人都是恍然大惊，纷纷纵身而起，掠向了东方泽轩。见状，
左天尊等人也是纷纷纵身而起，如同鬼魅一般站在了楚风的身后。他们是害怕东方地族的人对楚风如何，所以才来保护楚风。毕竟楚风可是击伤了东方泽轩这位东方地族的三皇子殿下，风楚他竟然击败了东方泽轩。而这一刻，其他围观之人也终于发现，东方泽轩的左肩受伤了，但是楚风却是完好无损。这场比拼结束了，但是这个结果却让人如此的意外，胜利的竟是界师联盟的弟子风楚。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败给你？忽然，东方泽轩极为不甘地咆哮起来。然而，对于东方泽轩的咆哮，楚风却是发出了一声轻笑，随后对东方泽轩说道：“这位东方地族的三皇子，你自以为已经绝对的压制了我，却不知什么叫做虚虚实实，什么叫做假假真真。两兵交战，需要绝对的实力，但也需要尔虞我诈。实力是一方面，计谋也是一方面。三皇子，你的实力是有了，不过这里你可就差得多了。”话到此处，楚风抬起左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楚风此话一落，东方地族的众人都是气得脸色发白，嘴唇发青，因为楚风的这番话正是东方泽轩先前羞辱苏美的话。但是此刻，楚风却是一字不差的原封不动的全部奉还。事实上，楚风此话一出，莫说东方地族之人，就连界师联盟的人也都被惊呆了。敢当东方地族众位长老的面羞辱东方地族的三皇子，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反正在座之人除了左天尊外，恐怕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胆量。但是这个在此之前从未听闻过的弟子居然有这个胆量，这叫人们如何能不吃惊？不过吃惊归吃惊，他们还是非常暗爽的，尤其是界师联盟的弟子们，更是感觉扬眉吐气了一把，连胸脯都挺了起来。堂堂东方地族的三皇子竟然败给了他界师联盟的弟子，这叫他们如何能不爽？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人心复杂，更是千奇百怪。在大部分人都为楚风战胜东方泽轩而感到狂喜之际，也有不少人郁闷到了极点，甚至为此而憎恨楚风。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便是界师联盟的第一弟子林叶舟。不过在苏美和风楚的出现之后，他这位所谓的第一弟子其实早已经名不副实了，所以他不仅郁闷，还很憎恨。他憎恨风楚，憎恨这个叫做风楚的弟子击败了东方泽轩，将他对比的一文不值，让他这第一弟子的位置更加岌岌可危。当然了，要是让他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风楚乃是楚风的话，又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胆敢这么羞辱我的，你还是第一个。终于，东方泽轩再度开口了，他的情绪平复了很多，似乎已经接受了败给楚风这个事实，但是他的眼中却满含不爽的怒意，话语之中也是蕴含着隐隐的威胁。显然他是不会就此作罢的。羞辱不算吧，就算是，我也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不过如果我真的算是第一个羞辱你的人，那么我还是很荣幸的。楚风风轻云淡，不但不惧东方泽轩的威胁，反而出口顶撞。你真的很有胆量，敢这么和我说话。既然如此，你可否把你那层黑皮脱掉，露出你的真容，让我瞧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胆敢这样与我叫板。东方泽轩咬牙切齿地说道，想看我的样子，好日后报复吗？楚风猜到了东方泽轩的意图，他这个黑袍本就特殊，并且被楚风赋予了90神图内的隔绝阵法，能够抵挡精神力和各种观察手段，所以莫说是东方地族的人，就算是左天尊这样强大的界灵师，也无法看穿这黑袍内的楚风究竟是何模样。而东方泽轩如此憎恨楚风，自然不准备就此罢休，而若要报复，就必须要先知道楚风的样子，所以他才想看看楚风。但是可惜，楚风如此机智，自然不会中了他的套。看来你是不敢了。东方泽轩不提是否会报复之事，而是以激将之法逼楚风就范，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配不配的问题。楚风说道，你怎么说话呢？听得此话，东方地族的长老们终于忍不住对楚风呵斥起来，怎么说话，用得着你们管吗？而与此同时，左天尊也是霸气开口，声音如钟，气势非凡，宛如天神一般，只凭声音便可镇压一切。而左天尊这一声怒吼之下，东方地族的长老们自然也都如同受到了惊吓的小鸟，一个个低下了头，不敢再有半句牢骚。武帝可不是他们这些区区半帝能够抗衡的，哪怕他们在巅峰，但只要还在半帝境，那么与武帝就依然是天地之隔。三皇子想要看我的真面目不是不可以，等你的结界之术能够胜过我的时候再说吧。楚风再度说道，好，总有一天你会被我踩在脚下，就算是结界之术，你也终将败给我。我们走。而东方泽轩扔下这句话后，也是转身离去。见状，东方地族的大军也是尾随其后，就此离去。虽然他们很不甘心，但是有左天尊在此坐镇，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左天尊大人，盟主大人，手头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我们也告辞了。而在东方地族的大军撤离之后，玉水宫、火灵殿、八荒岭的长老们也是赶忙离去。就此，这场比拼在此落幕。比拼的结果乃是华丽丽的胜利，而这一切都是拜楚风所赐。风楚师弟，你太棒了，竟然连东方泽轩都不是你的对手。怎么说话呢？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是师弟？叫师兄。风楚师兄以后可就是我界师联盟的第一弟子了。这一刻，沉默许久的广场终于沸腾了，沉默许久的界师联盟弟子们也终于沸腾了。他们所呼喊的都是一个名字，那便是风楚。因为今日击败东方泽轩的功臣，不是傅飞腾，不是林叶舟，也不是苏美，而是这个叫做风楚的男子。这一刻，界师联盟的盟主也是走都楚风近前，可能是太过高兴了，高兴界师联盟竟然有着一位如此优秀的弟子。而在此之前，他却全然不知，一时之间，他这位界师联盟的掌控者竟不知说什么是好。
只是高兴地笑着：“诸位前辈，我们能换个安静的地方谈吗？”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听得此话，界师联盟的盟主以及诸位长老都是一愣，他们本觉得东方地族的人走了，是时候让这个风楚揭开真面目的时候了。毕竟他们也都很想看看这位了不起的弟子究竟是何模样，到底是何来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弟子会突然来这样一句话：“安静的地方谈谈。”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谈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位弟子啊。而此刻在场的可都是界师联盟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怎么能这样说话？走吧。可就在众人犹豫之时，左天尊却忽然开口了。虽然在场的都是大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修武高手，伟大的界灵师，但是最强大的人物自然是左天尊莫属。所以在左天尊开口之后，莫说界师联盟的盟主大人，就连界师盛会的长老们也都是纷纷点头。于是在左天尊的带领下，界师联盟盟主苗人龙以及界师盛会的诸位长老们都一同离开广场，来到了界师联盟一座威严的大殿内。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外，苏美、司马颖、林叶舟也来到了此处。而他们之所以能来到此处，自然是因为他们都有人撑腰。苏美就不用说了，在外人的眼中，她可是左天尊的义女，而司马颖也有苗人龙为靠山，他们想来这里，自然不会有人阻拦。至于林叶舟，他的背景也是不容小觑，甚至比司马颖还可怕。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全部都是界师盛会的长老，并且此刻他的爷爷奶奶与父亲母亲全都在场，所以他自然也有来到此处的资格。更何况林叶舟非常想看看这个抢了风头的风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诸位前辈，抱歉，楚风今日犯了大错。而来到此处后，楚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诸位大人物鞠躬施礼，认错道歉。风楚，你这是做什么？你可是为我界师联盟立了大功，何错之有？见状，界师联盟的长老们都是有些迷糊，他们都是准备奖励风楚的，可从没想过责怪风楚啊。我有错，因为我冒充了界师联盟的弟子。楚风说话之间，将自己的黑袍摘了下来，露出了自己的真正面容。楚风，是你？而见到楚风之后，除了左天尊等人外，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呆，大吃一惊。尤其是林叶舟，此时此刻他的那张脸比吃了狗屎还要难看。界师联盟之外，一队人马正在赶路，气势非常，霸气四射，甚至凡人连看清他们模样的资格都没有，全部被一层金光所封锁，在白云之巅如同一片金色流光一般急速飞掠着。而这自然便是离开界师联盟的东方地族大军。此刻东方地族那座最威严移动宫殿内，东方泽轩盘坐在地，脸色苍白，嘴唇发青，似是患了重病。而在东方泽轩的四周盘坐着东方地族的多位长老，他们在合力布置一座阵法，替东方泽轩疗伤。过了许久，东方泽轩那紧闭的双眼才缓缓睁开，先是活动了一下筋骨，这才说道：“这座降魔金身阵还真是够烈的，我只是使用了一段时间而已，可这反噬之力仍然让我难以忍受。三皇子，难道我们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吗？我东方地族何时吃过这种亏？”一位长老很是不甘地说道：“不然你想怎样？界师联盟有左天尊坐镇，你们能够如何吗？”东方泽轩冷声问道。我们几位长老面面相窥，最终皆是低头不语。他们的确没办法与左天尊抗衡。放心吧，这件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没有人可以站在我东方泽轩的头上拉屎。风楚，若不是比拼结界之术，我岂会败给他？若是比拼武力，我动都不用动，就能让他灰飞烟灭。等着吧，总有一日，我会让他知道我东方泽轩的厉害。东方泽轩话到此处，眼中闪过一抹寒光，冰冷至极。而与此同时，楚风正在界师联盟的宫殿内，刚刚向众位长老展示他的真实身份。震惊！当楚风展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除了左天尊几位与楚风颇为熟悉的人外，其他人全部都是震惊不已。楚风，你真是胆大包天，竟然冒充我界师联盟弟子，你是活腻了不成？忽然一声怒吼响起，这是一名界师盛会的长老，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便是林叶舟的爷爷林苦行。这林苦行在界师盛会内也是一位资历颇深、地位颇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哪怕界师联盟盟主也要让着3分，话语权极重。而林苦行这一声怒吼，也是使得其他长老大吃一惊。虽然楚风的确是冒充了界师联盟的弟子不假，可他毕竟是替界师联盟出头，守住了界师联盟的荣誉，就算是功过相抵，楚风也是功远大于过。更何况很多人都知道，界师联盟曾邀请过楚风加入界师联盟，但楚风一直拒绝。这一次，楚风竟在界师联盟危机之时，自愿为界师联盟出头，这可以看得出来，楚风还是非常在乎界师联盟的，至少他是站在界师联盟这边的。既然如此，这不正是一个再度邀请楚风加入界师联盟的大好时机吗？可是在这种时刻，林苦行这位资历极深的青木盛会长老竟忽然站出来，如此刻薄地指责楚风，这真是让众位长老既想不通，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想不通林苦行为何要这么做，毕竟这对界师联盟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是因为他们不敢反驳林苦行，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更没有那个胆量。无奈之下，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左天尊。此时此刻，唯一在林苦行之上的便只有左天尊了。但是人们也都没有对左天尊寄予太多的期望，在这里的都是界师联盟的高层人物，所以他们都知道左天尊与林苦行的关系是非常之近，甚至有些特殊的。林苦行与左天尊乃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在同为弟子之时，二人就已相识。虽然弟子之时，二人乃是竞争对手，
但是随着左天尊越来越强，林苦行便与左天尊化敌为友，开始追随左天尊。林苦行一直是左天尊的心腹之一，而事实上，这么多年下来，与其说林苦行是左天尊的心腹，倒不如说是左天尊的挚友。林苦行最大的依仗就是左天尊，而林苦行无论做了什么事，左天尊也都是只偏袒，从不怪罪。二人如此密切的关系，人们又怎么能指望左天尊为了楚风这样一个外人去指责林苦行呢？林苦行，你是不是活了太久，活糊涂了？楚风替我借尸联盟胜了东方泽轩，不仅让东方帝族白跑了一趟，更是让他们丢尽了人。而若不是楚风出手，那么一败涂地的将是我借尸联盟，丢尽人的也将是我借尸联盟。我借尸联盟的小辈将成为整个武之圣土的笑话，而这一切得以避免，全都是靠了楚风小友。可是你堂堂借尸圣会长老，竟然对楚风小友说出这种话，你是脑袋被驴踢了吗？左天尊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便是指着林苦行一通臭骂，毫不留情。这一刻，莫说林苦行愣住了，就连其他人也都愣住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左天尊竟然真的为了楚风这样一个外人，如此痛骂林苦行，并且言辞之激烈，可谓是一点脸面都没留。而至于林苦行，更是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这么多年，哪怕他闯下大祸，都会庇护于他的主子，今日竟会因为一个外人痛斥于他，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不来台。楚风小友，这一次我借尸联盟多亏了你，不管你是不是我借尸联盟的弟子，但是我都要奖励你。左天尊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是一件长袍，但却绝非普通的长袍，金光闪闪，材质不凡。这是一件界灵黄袍，但却并非普通的界灵黄袍，比寻常的界灵黄袍还要珍贵，因为在这件界灵黄袍的上面刻写着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远古文字，现在的人看不懂，也不知它代表何意，但是它很像是一个王字，并且这个像是王字的远古字体还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力量，这力量使得这件界灵黄袍看上去与众不同，只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凡之物，这是王之黄袍。看到这件界灵黄袍，莫说司马颖与林叶舟等弟子，就连借尸联盟盟主苗人龙，甚至是林苦行这样的大人物，都是眼前一亮，大吃一惊。楚风也许还不知道这王之黄袍的来历，但他却是非常清楚这王之黄袍的有多珍贵。武之圣土有着很多座远古遗迹，当年九世便联合开辟了其中一座，而这件王之黄袍便是那座遗迹之中最为珍贵的宝物之一。维利奥得到这王之黄袍，左天尊当年大开杀戒，不知斩杀了多少想要与他抢夺此物的人与兽，最后更是与八荒岭的一位武帝强者进行激烈对决，那一战可谓惨烈无比，那片遗迹都被二人弄得一片狼藉，最终左天尊以微弱的优势胜过了对方，这才抢夺到这件宝物。这么多年来，不知多少人出高价钱想要换得左天尊手中的这件王之黄袍，左天尊都没有同意，甚至就连他自己都舍不得穿。但是现在左天尊竟要将这件堪称无价的王之黄袍送给楚风，这实在是让人们想不吃惊都难。天尊大人，您当真要把它送给楚风？这可是王之黄袍啊！震惊之际，还是林苦行开口了。想当初，多少人拿出至宝想要换得左天尊的这件王之黄袍，但却都被拒绝。而林苦行其实也是其中之一，想他跟随了左天尊这么多年，忠心耿耿，而左天尊待他也是不薄，只要他想要的，左天尊有的都会给他。但是这王之黄袍，左天尊却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他。那个时候，他便觉得左天尊不可能将王之黄袍送给任何人，是要一直留在自己身边的。可是现在，左天尊竟将王之黄袍送给了楚风，这实在是让他有些接受不了。我的东西，想送谁便送谁，用得着你来管吗？左天尊冷哼一声，态度之中充满了不耐烦。再一次被左天尊斥责，林苦行的脸早已铁青，他这一次当真是难看到了极点，的确是下不来台了。你什么？你有意见？可不曾想，左天尊依旧不依不饶，竟用那冷冽的目光压迫性的瞪住了林苦行。不敢，属下不敢。林苦行就算再不爽，就算再郁闷，却也不敢反驳左天尊，所以他也只能强忍下来，就算被当众打了脸也要忍。只是他不明白，平时待他极好的左天尊怎么会因为楚风这样一个青木山的弟子而对他这般，他真是不甘，非常的不甘。左天尊前辈，我楚风开口了。尽管左天尊教训林叶舟的爷爷，这让楚风很是暗爽，但是身为界灵师的他能够看得出来，这件王之黄袍绝对非同小可，他不能够接受这样重的礼物。毕竟他出手并非单纯的是为界师联盟，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苏美。楚风是在为自己的女人出头。楚风小友，不要推脱，你且听我说。可是楚风还未将话说完，左天尊便打断了楚风的话。这件王之黄袍的来历的确不凡，乃是我在一处远古遗迹所得，是一位远古时期的界灵师所留之物。我当年得到它，可也费了不少力气，但是我将它揽入囊下，并非是想要占为己有，只是不想让它落入无能之辈的手中。我将它揽入囊中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要帮他找到一个配得上他的主人。老实说，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配不上他。但是楚风小友，当我遇见你之后，我知道这么多年我没有白等，我终于替王之黄袍寻得了主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拒绝，因为无论如何，这王之黄袍都要非你莫属。我一点也不和你开玩笑的说，这王之黄袍，今日你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左天尊面带微笑，却又很是霸道的说道。这一刻，林苦行以及林叶舟等林家之人都是有一种被狗屎砸晕了的感觉，那种滋味太难受了。尤其是林苦行，
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如今竟被左天尊强制性的送给别人，并且还是一个青木山的弟子，这真是让他感到抓狂。而如界师联盟盟主苗人龙等人，则是纷纷倒吸一口凉气，随后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越加精彩。虽然左天尊的最后一句的确是太过霸道了一些，但是他先前所说之话，尤其是那句王之黄袍非楚风莫属，这样的评价也着实太高了一些。但是亲眼见过楚风结界之术的他们，也都觉得楚风配得上这样的评价。楚风的确是一位界灵天才，甚至是如今的武之圣土所不具备的天才。楚风啊，天尊大人可还是第一次这么看好一个人，何况他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别推脱了，接受了吧，反正早晚是一家人嘛。就在这时，界师联盟的盟主暗中对楚风传音，他这是话中有话，一边劝楚风接受礼物，一边让楚风早点加入界师联盟。既然如此，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既然接受了这王之黄袍，那么晚辈也一定不会让左天尊前辈失望。楚风一脸自信地说道，我相信你。而对于楚风的保证，左天尊也是笑着点了点头，他并没有因为楚风的话而觉得楚风太狂，反而很是欣赏。不过前辈，现在的晚辈还太弱，自认为不具备保管好这王之黄袍的能力，所以还想请天尊前辈帮我保管这王之黄袍，待晚辈有能力守护住这王之黄袍了，再将他带走。楚风很是认真地说道，其实若是左天尊单独将这王之黄袍送给他，楚风也许就接受了，但是现在在场的人也是不少，虽然他们都是界师联盟的人，但是楚风不知道哪一个会心怀鬼胎。假如他们因为这王之黄袍而惦记上了楚风，那么楚风必然要因这王之黄袍而惹祸上身，所以眼下他将这王之黄袍继续交给左天尊保管最为妥善，至少能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不再打他的主意也好。我等着那一天。左天尊活了这么多年，是真正的人精，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明白的，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楚风所想，所以他也不强迫楚风，而是将这王之黄袍收了起来，暂替楚风保管。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而在这样好的日子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不会让楚风小有为难。而就在这时，界师联盟的盟主却忽然笑着开口了，而他此话一出，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猜到了他接下来想要说什么。这一刻，包括苗人龙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都变得紧张起来。事到如今，他们都见识到了楚风的强大，又有谁不希望楚风能够加入他界师联盟呢？只是他们也都害怕楚风会拒绝，害怕界师联盟会错失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而害怕与希望纠缠之间，自然就会变得紧张无比。你不会是想让楚风小友加入我界师联盟吧？然而就在众人心知肚明之际，却有人明知故问。那是一位黑发男子，活了也有将近1000年的岁月，但却仍把自己的容貌保持在中年的模样。不过不管他的模样如何年轻，但是他此刻脸上的冷笑却很明显。胆敢这般对待盟主的，自然便是界师盛会的长老，但实际上他不仅是界师盛会的长老，还是林苦行的儿子，林叶舟的父亲。实不相瞒，我的确是想邀请楚风小友加入我界师联盟。界师联盟盟主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便看向楚风，继续说道，楚风小友，界灵师是一群特殊的人，一群掌握着强大力量，既受人尊敬也受人敌视的人，但毋庸置疑的是，界灵师是一群相同的人，而在我看来，我们本该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不抛弃不放弃。楚风小友，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加入我界师联盟，那一定是因为你是青木山的弟子，在你看来，若是你加入了我界师联盟，就是对青木山的背叛。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你完全可以以青木山弟子的身份加入我界师联盟，这并非是背叛，只是多了一个家而已。你放心，就算是青木山那方面，也绝对不会责怪于你，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亲自写信给你青木山的掌教，跟他说明这件事。楚风小友，加入我们吧，我以往从不强迫任何人加入我界师联盟，但是你真的不同，我界师联盟这个大家庭需要你这个家人。界师联盟盟主这一次可以说将所有话都说了出来，并且诚意十足，发自肺腑。他是真的很希望楚风能够加入他界师联盟，他真心不想错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界灵天才。这一刻，楚风也动容了。虽然在界师联盟也有不少人仇视自己，但是界师联盟盟主以及苗人龙，甚至左天尊对他真是不薄，更何况他的爱人苏美如今也在这里，并且还要依赖于这里。老实说，相比于青木山，界师联盟的确给了他一种家的感觉。而就在楚风犹豫之时，一阵掌声忽然响起，是林叶舟的父亲。此刻他的脸上正挂着古怪的笑意，一边拍手还一边说道，说的真是精彩，看得出来你真的是掏心窝子想要楚风加入我们。不过可惜啊，楚风小友看不上咱们界师联盟，就算你把话说出花来，他也同样不会加入我们的。讽刺，太讽刺了。他这番话不是在讽刺楚风，而是在讽刺界师联盟的盟主。但是凡是聪明之人也都能够听得出来，这林叶舟的父亲之所以这般，其实是他不想楚风加入界师联盟。而若要去想他为何不想楚风加入界师联盟，其实这也并不难，毕竟他的儿子林叶舟如今还是界师联盟的第一弟子，至少是第一男弟子。但是假如楚风也加入了界师联盟，那么林叶舟的地位可就要岌岌可危，甚至难以自保了。说到底，这就是私心，不仅仅是林叶舟的父亲，就连林叶舟的爷爷林苦行，先前之所以那般针对楚风，全都是因为有私心，而他们的私心就是林叶舟。谁说我要拒绝了？可不曾想，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却忽然响起。什么？听得此话，林叶舟以及他的父亲母亲还有爷爷都是一愣。
楚风小友，你的意思是？而这一刻，界师联盟的盟主也是变得激动起来，他甚至不敢确定楚风先前之话的意思。盟主大人，楚风之前拒绝，乃是因为楚风觉得自身能力不足，还不具备成为界师联盟一员的资格。但是承蒙盟主大人如此厚爱，并不嫌弃楚风如今弱小，楚风也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若是盟主大人现在仍不嫌弃楚风的话，那么楚风愿意加入界师联盟，成为界师联盟的一员。楚风一脸认真的说道：“不嫌弃，怎么可能会嫌弃？哈哈，楚风小友肯加入我界师联盟，这乃是喜事一桩，大事一件啊！传令下去，明日我要在界灵广场大设宴席，庆祝楚风小友加入我界师联盟。界师联盟盟主真是太高兴了，竟要为楚风一人的加入而设宴，这样高调可不明智，至少不能让外人知道。楚风小友就是击败东方泽轩的风楚，如若不然，怕是会为楚风招惹灾祸。”左天尊谨慎地说道：“天尊大人说的是，明日设宴，我会以胜了东方地族为主题，但同样我也要当众宣布楚风小友加入我界师联盟。毕竟楚风小友可是我界师联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修罗界灵师，而至于风楚一事，我若闭嘴不提，想也是没人敢问。”界师联盟盟主说道：“这样也好。”左天尊赞同地点了点头，哈哈，楚风，你终于还是加入了我们，这回我们可是一家人了。忽然，司马颖跳到楚风近前，也不顾众位长辈眼光，一把抓住楚风的手，又蹦又跳，又高兴地庆祝起来。楚风师弟，想不到你如此厉害，以后可要多关照哟。而见到司马颖竟敢当着自己的面亲近自己的男人，苏梅也是不甘示弱，她不仅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了楚风的另一只手，还故作暧昧地将自己那娇小的身躯贴进了楚风的怀中，那叫一个亲昵，连司马颖都看傻了。哈哈，这两个小妮子居然也知道争风吃醋。而此刻众人心情大好，尽管对于司马颖与苏美的表现都很意外，但却也没人计较，反而更为开心的大笑起来，甚至都认为他们两个都喜欢楚风，所以是在争风吃醋。不过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就在大多数人都为楚风的加入而高兴的时候，林叶舟的心却在滴血。他如此难受，不仅仅是楚风加入了界师联盟，而是他的两个心上人此刻竟在为楚风争风吃醋，争抢着与其套近乎，这实在让他难以忍受。而如同林叶舟一般难受的，自然还有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与母亲。他们早就知道林叶舟对司马颖与苏美的心思，不过他们现在也都看得出来，司马颖与苏美的心可根本不在林叶舟的身上。那两个丫头对楚风可谓是有说有笑，各种套近乎，但是对林叶舟却连一眼都懒得瞧。这巨大的反差简直就像是冰火两重天，楚风站在火上，林叶舟则坐在冰里。这样的情况傻子都明白，林叶舟怕是没戏了，至少女人缘这方面她根本没法与楚风相比。无奈之下，林苦行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今日不仅他栽在了楚风的手里，就连他的孙子也栽在了楚风的手里，爷孙共败，实在悲哀。